Hello，大家好，我是熊仔，今天过来给大家拍一下这个新款的 QJ 赛600啊，这边是关山湖区的 QJ Moto 啊，这个是捅了 QJ 窝了，一大堆赛600，太多了太多了。然后现场收音条件不是很好，大家凑合看，那边那个是试驾车，等一下给大家拍试驾，先还是拍一个静态吧。就是先看一下这边整个车的配色，最左边这个是红白配色的啊，就大家说像杜卡迪的那种。然后我个人相对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红白的配色一些，然后我觉得这个配色相对更漂亮一些。后面的话还有这个黑色的红线条，就黑底色红线条，和旁边这个红底色金色线条的这个配色。相对来说，就是我觉得红白的这个会更好看一些，它的层次会更丰富一些。然后就还是先绕场一周，看一下整个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造型。就从侧面看的话，还是可以明显看出来整个车的油箱啊、车尾的线条啊、它侧板的包覆件排气啊等等的变化都比较大，对比那边的老款，就是会更好看一些。油箱整个加高加长了，然后整个车尾就是你看它这条动线。整个动线更俯冲一些，显得车身的姿态要相对来说更战斗一点。然后它的车尾也更加的上翘一些，特别是你看一下整个这边侧边的这些包覆件，它也重新的进行了这种新的，就之前哑光的变成现在亮漆了嘛，亮黑色的漆，然后油箱也加高了，我觉得整体的外形要更好看一些。然后就是看一下这个车头啊，就是很多人讲这个车头就很杜卡迪，就看起来像杜卡迪。其实的话，就是你按它放出来的这种宣传图，就开着一个灯眉的来说，确实有点像杜卡迪，因为它的整个车灯的形状，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是一个三角形，上面有一条这种LED 的白色的灯带，那这个的话其实跟 V4 确实还是有一点像的，就是你在这种特定的角度，如果只看见上面灯眉和这个三角形的灯外框的话，确实很像杜卡迪 V4，这个不否认。不过相对来说，就是它竖着的中间这一条竖着的分裂式的这个前脸，其实跟它之前的那个它自己的那个赛250啊这些是差不多的一个设计。你如果非得说它像的话，我觉得其实更像新款的那个宝马的 S1000双 R 啊，其实更像那个。但是整个车头肯定是比老款好看多了，这个不否认。包括像侧面的这个之前的这种哑光黑的这个键啊，它也换成了这种亮光的这种亮面漆，看起来也会更精致一些。从整体的这种视觉提升上来说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它的整个仪表这边也是稍微改了一下，就是它的整个上三星还是一个无钥匙启动，然后左边是减震也是可调的减震，一个金色的倒插，然后这个 Brembo 的上泵。讲实话啊，还得是这种油壶的上泵才好看。然后它的整个按键区间的话，就还是那种带一个白圈，然后就那种底光的那种设计，我个人相对来说不是很喜欢。但是车架的话，还是沿用的之前的那个车架，就是结构就还是之前黄龙的那个结构，但是它在整个细节中间这一块的这个三角的几何线上还是有一些变化，跟之前的结构，毕竟它还是经过了好几次的大改款呀、轻量化呀一个设计，所以说其实跟最初的那个车架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然后整个车的话，它的就是官方给的参数是这个重量是更轻了一些，然后它的功率还略微的提升了一点，也就是说相对来说它的性能其实是比之前要有所增强的啊，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它整个车尾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还是更加的上翘一些。然后它的整个挡泥板啊，终于到了一个正确的位置。之前是在后轮那个地方，接车不接车，防晒不防晒的。老款的设计师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可能被开除了吧。反正新款的这个设计，就是在现阶段的这些国产车里面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它的这个定风翼啊，这个定风翼它这个锐死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这种水转印碳纤维的这种纹路啊，就感觉挺尬的，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的话比较好看，因为它这个定风翼上面竖着的这两条，就是你看见竖着这两条看起来挺非主流的，如果把这个定风翼去掉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造型会更好看一些，我觉得。然后关于这个车的配置也还是简单提一嘴，反正就是前后布雷伯，上下布雷伯，上泵也是布雷伯，卡钳也是布雷伯，后面是一个4.5毫米的带 ABS 的一个后盘，反正就没有什么比这个就国产里面配置天花板的已经是。
然后它的整个后排气是改了一个全新的造型，之前的排气的话是一个隐藏式的排气，到这一段就没了。但是现在这个它又延伸出来一截，但是它这个设计吧，我觉得啊，就是没有那么漂亮，感觉就是从后面硬生生给接出来了一段。就你看它这个防烫罩子，就感觉怪怪的。当然，这个声浪是比之前那个好听多了。就讲实话，等一下给大家听一下那个声浪的录音，确实比之前好听多了。质感、做工啊，看起来也还行。就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层面啊，可能还是要再调整一下。就是你看一下这边这个整体，还是相对来说比之前要和谐很多。哎，反正这种排气这种东西，赛600这个车拿过去就直接改吧。我觉得赛600这个改还是漂亮的。然后就是这个车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的这个坐垫的软硬程度，中间这一块的话是一个磨砂的一个材质。按上去的话还是比较 Q 弹，相对来说比较软的。侧面的话要光滑一些，就是它整个坐垫的话是一个有一点点微斜面，你坐在上面的话会有一点点往前缩。然后它的整个接缝啊，像这些地方的接缝其实也不能算是特别好，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严丝合缝。你像这些地方它还是不太齐平，就这个一分钱一分货了。毕竟这个5万块钱的价格买一个4缸600cc，然后已经优化完善的差不多，没有啥大毛病的这种一个车，你对吧？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作为一个唯一的选择，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能对它奢求太多。我这个表好像是换了一个新的表，这个表虽然说黑框有点大，但是看起来还行。哎，这个600级还是有点重的。排气管声音好听得多。走起，脚踏位置更靠后了，脚踏位置变高了。脚踏位置相对于就是那种纯街车坐姿来说，稍微还是要高一些。脚踏位置，发动机很顺，它这个不许骑出去，我还是想把它骑出去外面。2档，哎，想把它拉出去，很轻，感觉没有什么很重的感。等一下悄悄的把车拉出去吧。这个4缸车600cc 的动力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很充沛的，说给油它就有油，然后震动也不大。